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苹果派的做法。这种甜点我还是比较喜欢做，因为热量相对来说还不是特别高。不过有人看了可能会说，这里边放了2条黄油，热量也不低啊。这些东西多数都是让我给吃了，可是本人还不胖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我特别想说这个事情。最近我正在构思一个视频，就专门说这件事儿，争取早一点和大家见面。言归正传，咱们先说说苹果派的做法。400克中筋面粉加1/4茶匙盐和30克白糖，用五指耙简单粗暴拌匀以后，加2条黄油。可能有人会说，为什么不先用电动搅拌器先把黄油打碎？那样打出来的黄油又滋润又细腻，但是用在这儿却恰恰不好。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做派壳，要的就是酥脆的感觉，不要细腻的感觉，所以我才采用这种方式。外表裹好面，就用手捏呀捏呀捏，捏成扁片，然后破好面，折叠，接着再捏，再折叠再捏。因为黄油被干面包裹，所以一点也不会粘手。一般这样反复3次，黄油就成了薄薄的小碎片。等都捏薄捏碎了以后，就可以用手来搓，不过不要用大力，就是轻轻地搓一搓就可以。我需要把它做成面团，但是这样还是比较干，先加1汤匙水，试一试干湿的程度。还是比较散，那就再加1汤匙。像这样能够轻松的捏成团，整体性比较好，就可以把面捏在一起。我说捏在一起，就是为了避免像做其他面团一样使劲揉搓，那样就会产生筋性，这是做派壳最忌讳的。就通过轻轻的按压，把它攒成一堆儿，然后盖上保鲜膜，放到冰箱里冷藏30分钟。苹果还是用这种澳洲青苹，一共用6个，全部都切成薄片。放到底儿稍微厚一点的锅里，加60克红糖，搅拌均匀，开中火煮一会儿，再加一点新鲜的柠檬汁。不能煮的时间过久，把苹果都煮烂了。只要把苹果煮的颜色发生变化，有少量的汤渗出就可以了。把面从冰箱里拿出，先用一半，放一点补面防止粘连，然后把面团擀成薄片，边上肯定会出现裂纹，这时候可以用手把边修复一下，也不用过于精细，只是防止它开裂过大。擀的过程中适当翻面，防止粘在案板上，用手来感受一下饼的薄厚。最后要记住擀面杖拿起来，放到烤盘里。这时候的面筋性差又很薄，所以特别容易开裂，即使裂的也没有关系，铺在烤盘里以后还可以继续调整一下，有裂的地方你可以把它捏实。把底部完全压实以后，就可以修理上边，把上面做得整齐一些。不用担心我们揪下来的面马上就会用到。修整齐以后，把煮好的苹果放到里边。这是煮苹果剩下的一点汁儿，我们可以加一点干淀粉，注意淀粉不要放太多。拌均匀以后，把它淋在苹果上。这是剩下的一半面团，再加上刚才扯下来的一些，
用和刚才一样的手法再擀成一个大薄片，薄片的大小和烤盘最大直径相当。接下来给它切成宽条，每个条的宽度大概是1英寸，用擀面杖和切披萨的滚刀切这个最合适。选取最长的一条放在烤盘的最宽的地方，然后是第二个最长的条，两个码成一个十字。接下来就按照我这个方法，隔一片压一片，就像边框一样的把表面覆盖整齐。要把长出来的部分切掉，切下来的面也不会浪费，把它们捏在一起，攥成长条，然后粘到边上，再做个花儿，两个手指向里推，拇指向外推，同时向下按，这样边儿就和下边也能够很好的结合在一起。准备工作终于做完了，烤箱提前预热350度，烤1个小时。学会了这个就不用在外面去买了，黄油和糖可以根据您的喜好来定，可以做出自己专属的口味。如果能配上冰淇淋一起吃就更完美了。感谢您的观看，别忘了点赞订阅。这里是上师厨房，我们下次再见。